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东西，它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强酸，强到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任何日常的参照物来理解它的腐蚀性。这个东西叫做扶梯酸。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世界上最强的酸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盐酸或者硫酸或者硝酸，这些东西确实腐蚀性很强，接触到皮肤会造成严重烧伤，见到眼睛里会致盲，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物质了。但是扶梯酸比浓硫酸强多少呢？2倍、10倍、100倍？答案是2乘以10的19次方倍，也就是200亿倍。浓硫酸在扶梯酸面前就像一杯白开水，这个数字大到你根本无法在直觉上理解，所以我们不用直觉来理解它，我们用化学来理解它。但是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要讲的不只是扶梯酸有多强，而是一件更具体、更精确、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那就是扶梯酸接触到水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答案会让你重新理解酸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从头说起，要理解扶梯酸，你得先理解什么是酸，以及酸的强度是怎么衡量的。中学化学告诉我们，酸是能在水溶液里释放氢离子的物质。盐酸溶在水里， HCl 分子分裂成 H+ 和 Cl-，那个 H+ 就是氢离子，也叫质子，它是酸性的来源。酸的强度用 pH 值来衡量， pH 越低，酸性越强， pH 等于0，大概是浓盐酸的水平。但是 pH 值有一个根本性的限制，就是它是定义在水溶液里的。pH 值的计算依赖于氢离子在水里的浓度，没有水就没有 pH 值。那对于那些比浓盐酸、浓硫酸还要强得多的酸，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它们的强度？1932年，英国化学家路易·哈梅特提出了一个新的酸度量，叫做哈梅特酸度函数，简称 H0。哈梅特酸度函数的思路是这样的：你把一个碱性很弱的指示剂，也就是一种能被质子化的化合物，加到你要测量的酸里，然后测量这个指示剂被质子化的程度，从这个程度推算出这种酸提供质子的能力。水的哈梅特酸度函数是0，浓盐酸大概是-6，浓硫酸大概是-12，而扶梯酸的哈梅特酸度函数是-31。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哈梅特函数每降低，一对应的质子活度提高10倍，-31比-12低了19个单位，也就是10的19次方倍，也就是前面说的200亿倍。好，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扶梯酸有多强，下面来说它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扶梯酸化学名称是6扶梯酸，分子式是 HSBF6，是由氟化氢和5氟化锑2种物质混合反应生成的。这2种物质单独拿出来都已经是极其危险的化学品了。氟化氢也叫氢氟酸，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酸，它的酸性本身在无机酸里面不算最强的， pH 值大概在3到4之间，比盐酸弱不少。但是氢氟酸有一个特性，让它成为化学实验室里最危险的物质之一，那就是它能溶解玻璃和大多数硅酸盐材料。玻璃的主要成分是2氧化硅，氢氟酸和2氧化硅反应，生成4氟化硅气体和水，把玻璃给腐蚀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氢氟酸装在玻璃瓶里，只能用特殊的塑料容器，比如聚4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来装。另外，氢氟酸接触到皮肤之后，氟离子会穿透皮肤深入组织，和钙镁离子结合，导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以造成心律失常甚至死亡。即使接触面积不大，也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氟化氢，一个配料。5氟化锑是另一个配料，它是一种路易斯酸，也就是一种能接受电子对的物质，是目前已知的最强路易斯酸之一。把氟化氢和5氟化锑混合发生反应，氟化氢里面的氢把自己的质子 H+ 释放出去，交给5氟化锑。
5氟化锑接过来之后，和氟化氢里剩下的氟离子结合，形成一个叫做6氟锑酸根的大型阴离子，化学式 SbF6-，而那个释放出来的质子成为自由的 H+，在溶液里游荡。为什么这个反应产生了极强的酸？关键在于这个6氟锑酸根阴离子，它极其稳定，极其不活泼，几乎不会和质子重新结合。一般的酸，比如盐酸 HCl 溶在水里变成 H+ 和 Cl 碱。Cl 碱虽然不怎么想结合质子，但在极端条件下还是会的，还是会把质子拉回去，所以还有一定的可逆性。但6氟锑酸根就是不想要那个质子，它稳稳地待在那里，就是不回头，所以那个质子就永远是自由的，永远在溶液里以高浓度存在，永远有极强的质子化能力。这就是氟锑酸极端强度的化学本质，不是因为它释放质子的倾向特别强，而是因为它的阴离子部分稳定到几乎完全拒绝接回质子。好，现在我们来到今天最核心的问题：氟锑酸接触到水会发生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氟锑酸那么强，遇到水不就把水给腐蚀掉了吗？这个答案是错的，而且错得很有意思。水本身是不会被氟锑酸腐蚀掉的，因为腐蚀需要化学反应，而氟锑酸和水之间的化学反应不是简单的腐蚀，而是一种更根本的物理化学崩塌。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这个过程。第一步，质子转移。氟锑酸里的自由质子 H+ 遇到水分子 H2O 会立刻和水分子结合，因为水分子上的氧原子有孤对电子，可以接受质子。质子和水结合，生成水合氢离子，化学式是 H3O+，也就是 H+ 加上 H2O。这个反应在任何酸溶于水的时候都会发生，不稀奇。但氟锑酸的问题在于它的质子浓度极其高，而且质子的活度极其高，所以这个质子转移过程是以极其剧烈的方式发生的，而不是缓慢平衡的方式。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第二步，水的质子化连锁反应。H3O+，也就是水合氢离子，本身还有接受质子的能力，可以被进一步质子化，变成 H4O 的2价阳离子，也就是 H2 加2个氢加。在极强酸性的条件下，比如氟锑酸体系里，这个进一步质子化是会发生的。而且一个 H3O+ 被质子化之后变成 H4O2+，这个东西极不稳定，会迅速分解，分解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热，还会释放出新的活性物种去质子化其他的水分子。这是一个链式过程，一个质子打倒一个水分子，那个水分子的碎片再去打倒旁边的水分子，以此类推，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接触区域产生一个剧烈的化学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氟锑酸接触到水会有剧烈的现象发生，不是平静的混合，而是爆炸性的反应。第三步，水对氟锑酸体系的破坏。这里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氟锑酸是一个非水溶液体系，也就是说它本身没有水，是纯粹的无水体系。纯氟锑酸里的质子是裸露的或者被特殊溶剂化的质子，具有最大的活性。但一旦水分子进来，水分子会和那些裸露的质子结合，改变整个溶液的结构，破坏氟锑酸原本精心维持的无水超强酸体系。打个比方，你可以把纯氟锑酸想象成一个高压的蒸汽锅，里面的质子是高压高温的蒸汽，紧绷绷地撑着整个体系。水分子进来，就像是往这个高压锅里插了一根管子，高压蒸汽通过那根管子猛烈地喷出来，带着极大的能量和破坏力。水分子本身虽然不会被氟锑酸腐蚀掉，但它进入氟锑酸体系这件事本身，会引发整个体系的剧烈响应，释放出大量的热，产生气体，温度骤升，可能引发沸腾、飞溅甚至爆炸性的喷射。在实验室里，这种飞溅和喷射就是真正的危险所在。氟锑酸本身因为溶解了玻璃的问题，必须储存在聚4氟乙烯容器里，但你可能没想到的是，它还能腐蚀大多数有机物，包括很多塑料。
因为它的质子活度实在太高，足以把有机分子里的化学键给质子化破坏掉。具体来说，氟梯酸可以质子化几乎任何有机化合物，包括那些正常情况下对酸非常稳定的化合物，比如石蜡，一种烷烃，正常情况下对酸几乎完全惰性，浓硫酸都拿它没办法。但是氟梯酸能质子化烷烃里的 CH 键，也就是碳氢键，这在普通化学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碳氢键是非常稳定的非极性共价键，没有合适的位点接受质子。但氟梯酸的质子活度高到它可以强行把质子塞进碳氢键里，形成一个5配位的碳阳离子中间体，然后这个中间体分解，产生新的碳正离子和氢气。这个反应叫做烷烃的质子化，是超强酸化学里的标志性反应，在普通酸里根本不可能实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治·奥拉赫正是因为研究了超强酸在烷烃上的这类反应，发展了碳正离子化学，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所以氟梯酸能腐蚀什么？几乎所有东西。玻璃被腐蚀，因为氟化氢的成分会和二氧化硅反应。大多数金属被腐蚀，因为金属表面的氧化物会被质子化溶解，然后金属本身也会被攻击。大多数有机物被腐蚀，因为超高活度的质子可以质子化各种有机键。皮肤当然也会被腐蚀，而且腐蚀的方式极其复杂，不只是简单的酸烧伤，而是多种损伤机制同时发生。氟离子渗透、质子破坏生物大分子、热损伤、化学损伤多管齐下。那什么东西能装氟梯酸？目前主要是聚4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种材料的化学键极其稳定，碳氟键是有机化学里最强的化学键之一，解离能大约是544千焦每摩尔。而且聚4氟乙烯的表面没有给质子进攻的活性位点，所以即使是氟梯酸也拿它没有太好的办法。但即使是聚4氟乙烯，在接触氟梯酸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也会有轻微的降解，所以储存氟梯酸需要极其小心，而且容器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换。好，说了这么多氟梯酸接触各种东西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系统的说一下接触水之后那个物理化学崩塌的全貌。首先是时间尺度，这个反应有多快？超强酸和水的质子转移反应是化学反应里最快的一类反应之一。质子在水溶液里的转移时间尺度在皮秒量级，也就是1/1000秒的量级，比闪电还要快无数倍。在氟梯酸接触到水分子的瞬间，第一步质子转移几乎在非秒到皮秒的时间尺度内完成。也就是说，在你的神经系统能够感知到任何事情发生之前，那个接触区域已经完成了最初的质子转移。接下来的连锁反应会在微秒到毫秒的时间尺度内扩散开来。宏观上，你看到的是几乎瞬时的剧烈反应，沸腾、飞溅、白雾以及大量的热。那个白雾是什么？主要是水蒸气，还有氟化氢蒸汽，以及各种反应产物形成的气溶胶。白雾本身就已经极其危险，因为里面含有高浓度的氟化氢蒸汽。氟化氢蒸汽吸入肺部会腐蚀肺泡，造成化学性肺炎，高浓度暴露可以致死。其次是能量释放，这个反应有多热？质子转移反应的事变是可以计算的。对于超强酸体系，质子化水分子释放的能量远比普通的酸碱中和要大，因为质子的化学式非常高，落到水上就像一个东西从很高的地方掉落，势能差很大，释放的能量也很大。简单估算，氟梯酸和水混合的放热量足以让接触区域的温度在极短时间内骤升几十度甚至上百度。如果是少量的氟梯酸接触到少量的水，可能直接引发局部沸腾。局部沸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接触区域的液体在极短时间内气化，体积急剧膨胀，产生的压力会把液体以极快的速度向外喷射。这就是氟梯酸遇水会爆炸性飞溅的物理原因，不是真正的化学爆炸，而是热驱动的液体喷射。
但速度和力道完全可以把腐蚀性液体甩到几米外。第三个维度是化学体系的崩塌。前面说过，纯氟梯酸是一个精心维持的无水超强酸体系，水的进入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个体系的化学平衡。加入水之后，大量的质子被水分子捕获，形成水合氢离子。溶液的哈梅特酸度函数从-31开始迅速上升，酸性急剧下降。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因为每一个水分子进来都能捕获大量的质子，而被捕获的质子减少，又会影响整个体系的化学平衡，导致更多的结构变化。整个超强酸的化学体系在水的面前就这样分崩离析，用几百亿倍的酸性强度换来的那个精妙化学平衡，被水分子一点一点地瓦解。这就是物理化学崩塌这个说法的由来，不是一个渐进的平静的混合，而是一个剧烈的不可逆的体系崩塌。说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有，而且有非常重要的工业和科研价值。最主要的用途是在石油化工领域。石油里面有大量的烷烃，把这些烷烃转化成高辛烷值的燃料，需要一类叫做烷基化反应的化学过程，也就是把小的烷烃分子组合成大的支链烷烃。这个反应需要强酸催化剂。工业上目前主要用氢氟酸和硫酸作为催化剂来进行这个反应，但超强酸，包括氟梯酸这类物质，可以在更温和的温度下更高效地催化这类反应。在超强酸化学的研究领域，氟梯酸被用来产生各种在普通条件下无法存在的碳正离子中间体。研究这些中间体的性质，帮助化学家理解化学反应的机理，这是基础有机化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另外，在某些特殊的氟化反应和有机合成中，超强酸也有独特的价值。但是氟梯酸的危险性让它的实际应用极其受限，需要极其专业的设备和人员。任何操作都需要在全密闭的环境下进行，操作人员需要穿全套的化学防护服，任何可能产生水汽的条件都要严格排除。实验室里的空气都要经过干燥处理，因为空气里的少量水蒸气就足以引发前面描述的那种剧烈反应。好，我们来整体梳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氟梯酸是人类已知最强的酸，哈梅特酸度函数-31，比浓硫酸强大约200亿倍。它由氟化氢和5氟化锑混合制成，其极端酸性来自6氟梯酸根阴离子的极度稳定性，使得质子几乎完全无法被重新捕获，在溶液中以极高活度自由存在。接触到水的瞬间，氟梯酸体系发生3个层次的崩塌，质子转移在皮秒时间尺度内以极快速度完成。接触区域温度骤升，大量热量释放，可能引发局部沸腾和液体喷射。水的进入破坏了整个无水超强酸的化学平衡，以指数级速度瓦解超强酸体系，同时产生含有氟化氢蒸汽的白雾，对呼吸道构成严重威胁。氟梯酸能腐蚀玻璃、大多数金属和有机物，甚至能质子化正常条件下极其稳定的碳氢键，这是普通酸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也是超强酸化学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我觉得氟梯酸这个东西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不是它有多危险，而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件关于化学的事情。我们中学学的那套酸碱理论、pH 值、酸碱中和，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水溶液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当你走出水溶液这个舒适区，进入无水超强酸的世界，原来那套规则就失效了。酸的强度不再是 pH 能描述的，酸对物质的攻击方式不再是简单的质子转移，而是变成了对化学键本身更根本的破坏。水，这个我们认为最平凡、最无害的东西，在氟梯酸面前，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一个破坏剂，一个能让整个超强酸体系在瞬间崩塌的触发器。化学的世界远比课本里写的要极端和复杂，而那些极端的地方往往是最有趣的地方。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一杂谈，我们下期再见。